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3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6月12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47.94，收盘价是249.83，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0.97。最低价是在244.59，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量，当日的成交量是 1.502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75 倍量缩。KD 值。快线的方向又转折向上，开口增大，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上，并且有继续上行的走势。MACD 开口不变，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略长的绿柱，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多头的趋势中。好，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6月12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，下影线略长。那这样的线型啊，像一个锤子线。通常锤子线如果是出现在低位，那么它是变盘向上的信号 K 线，会继续上行。如果锤子线这样的线型出现在高档，那通常我们会把它称作叫吊人线。那出现吊人线，它将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。那6月12日这根含有长下影线的小绿 K 线，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，然后是出现在了一个横盘的位置，也就是当日的收盘价不超过前一日 K 线的最高，也不低于前一日 K 线的最低。那在当日呢，是抱有我们会看到在当日是量缩。那在前一个交易日出现的 K 线呢，它是一个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，抱有大的成交量，通常是出货的表现。那在接下来一根 K 线收盘不过前高，那并且是量缩，那这样的现象说明是有惜售的现象。日后啊，如果股价不涨，也就是不站上6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，也就是252.42，那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。那其实也就是说，在6月9日出现这样的大的成交量，日后的 K 线收盘价如果不能站上它的前高呢，说明就是没有换手成功，那股价一定会出现回档。好，这是我们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，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6月12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出现回档，我们给出了2个点位，一个会收盘在239附近，另外一个点位会收盘价在242.50，在这个位置。这是第一个可能回档。另外一个可能，第二个可能呢，是会出现上涨，收盘价分别是在255，另外一个点位收盘价是在250，实际在6月12日收盘价是在249.83。
那我们预测的上涨收盘在250啊，与实际的收盘价不仅在点位上相接近，而且走势是完全相同的，也就是生成一根 K 线，那么这根 K 线不超过前高，也不低于前低，并且收盘价是在前一日 K 线最高的下方。那我们刚刚从K 线信息解读啊，出现这样的一根 K 线，日后，如果股价继续上涨呢，它将需要有一个补量上涨，站上252.42，那才能继续维持目前股价的这样的一个上涨的走势，也就是站上前高换手成功。那否则呢，股价很容易会出现回档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先来看，股价的回档，也就是下行。那日后股价如果下行，我们来看看目前的这些水平线。股价在6月13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如果出现回档，它的第一个目标就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23，这是发生回后上涨的一个起涨的 K 线的最低。然后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212，第三个目标是195。那下行的这三个目标的K 线啊，实际上都是回后上涨，这也是回后上涨，对，它们都是回后上涨起涨 K 线的最低。所以股价如果下行，它的目标就是要跌破这三个位置，去瓦解目前这样一个上涨的走势，也就是建立，比如说在这个位置建立，出现223之下的点位会出现底低的，叫做空头的趋势，短期的空头趋势。所以下行的三个目标是223、212和195。当然，在到达223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会有缺口，还有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还有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作为支撑。所以，我们认为223这个位置，这个目标呢，它将是强支撑。股价一旦出现回档，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或者在到达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是很容易遇支撑而继续反转向上的。如果出现这样的现象呢，那么股价在这样一个急涨的走势的情况下，如果出现这样的回档，会更有利于后续的上涨。当然是必须要在223遇支撑而出现反转向上。当然还要，如果以现在的这样的一个图形来看，就是说在223遇到支撑之后，如果继续向上的话，还要站上252.5这个位置，那完成这样一个回后上涨，那会更有利于股价后续的多头趋势，也就是继续上行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在日后上行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前高252.5，是6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高。好，那站上这个目标呢，就是在上行的走势中，后面的 K 线的收盘价只要站上前高，就会继续上行。所以站上第一个目标是继续维持目前上涨的走势。第二个目标就是要回补这个缺口。我们把第二个目标的点位定在缺口的上沿，是在262.5附近，或者我们把它定义在263。好，
那回补缺口之后呢，也就是克服了这个压力呢，股价会继续上行。那接下来的目标就是314，站上314，我们会看到是这个位置，那么股价呢将会我们说瓦解自2022年9月19日以来的下跌的这么一个走势。那一旦站上314呢，会就是说。实际上也是站上了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，从2021年11月4日开始一直的叫做空头趋势，到了2023年1月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这是一个下跌的一个趋势。那站上314呢，也就站上了这一波下跌50%的成本线。那股价呢，如果继续上行，一定是要挑战历史最高的。我们说的是目标，它的目标是要挑战历史最高，但不一定能到达这个位置。好，那314呢，也是一个关键的位置，压力位。好。这是我们说的上方的3个目标。那在这里面还有一条水平线是在289，它不是上行的目标，它是在股价如果回补的这个缺口在到达314之前的一个压力位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日后股价的下行和上行的走势。那对于6月13日盘中，我们要关注，我们要给出2个点位。当然，我们是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40到242之间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这个区域。但是呢，我们要给出2个关注点呢，我们要给出下方这个缺口的中线是238.5这个位置。我们把前面这个观察线上移到238.5。为什么要设在这个位置呢？股价如果出现回档，在缺口的上沿会有5日均线值作为支撑。那接下来的支撑呢，就是股价要回补这个缺口，其中缺口的中线通常是强支撑或者是强压力，因为中线一旦被突破呢，那这个缺口是很容易被回补的。所以238.5呢，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日内的盘中的观察线，一旦股价出现回档，我们看看它是否能够支撑住股价。好，这是下方的观察位。上方的观察位呢，我们其实也会看到是260不变，还是沿用昨天的前一期视频的这个观察位是260，它是上方这个缺口的中线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这2条红线是6月13日日内的观察线，那我们也作为日后的观察线，就是股价在向上或向下突破的时候，它们是否能够成为压力或者是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说在6月13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点位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我们目前有3个多头的仓位，那一个是我们最后的一次加仓或建仓都是在6月9日盘前，在247附近是有加仓或者是建仓。对，因为我们给出的最后一次加仓建议是在6月8日的收盘价是在234这个位置。
但是呢，我们做视频的时候呢，已经是在收盘价之后了，可以操作的是在6月9日的盘前，是在247附近进场的。对，好，那么这3个仓位我们依次来说一下。一个仓位是有35%的持仓，那成本位是在214附近。目标我们给出的目标的获利是在258，那实际上在6月12日盘中是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，当然没有达到258，实际上就是我们在这里想说，就是只要是盈利的仓位，是可以，随时可以获利出场的。对，如果没有获利出场，到了6月13日，或者我们说现在在6月12日的收盘价这个位置，我们是没有技术上进场做多的操作建议的，因为它现在收盘不过前高，出现量缩。当然我们说后续会出现补量上涨，但是如果没有多头力量的介入，推动股价继续上涨，那一旦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，是很容易出现回档的。为什么会出现回档呢？如果股价不上涨的话，一旦有获利出场的仓位，随着获利出场的仓位增多呢，那股价一定会下行。那股价一旦下行，会促使更多的获利的仓位出场，所以也就会引发一个回档。那引发这样的回档，只有有一个大量的买盘支撑住股价，那股价才能会继续上行。所以在6月13日呢，除非出现就是多头的力量继续介入，然后去推动股价上行，也就是吃掉所有的卖盘，那股价才会上涨。一旦股价上涨，它一定会出现一个补量增的上涨。那只有出现这个现象呢，那股价才会继续向上。对，所以对于6月13日，对于6月12日这个收盘出现这样的 K 线的线型，我们是没有技术上的进场操作建议的。好，那6月13日，我们对于这个35%的持仓的仓位，我们要给出停利的位置，也就是停止利润的损失。我们守5日均线值的下限是在240附近。那在6月13日股价一旦跌破240呢，那这样的仓位，如果想停利，那可以就是立刻出场，停止利润的损失。那如果不想出场，想继续持有，说我要长线持有，那么我们要给出止损位，就是20日均线值，是到了6月13日20日均线值会到达205这个位置。那之后的交易日可能会继续上行。所以对于这样的多头的仓位呢，止损我们守20日均线值。好，这是第一个仓位。第二个仓位呢，成本价是在232，是有10%的仓位。那同样，停利的位置是在240。然后呢，我们建议对于这样的10%的仓位，它的止损位，我们建议守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我们守223，也就是跌破了223，应该止损出场。好，那我们再来说最后一个仓位是只有5%的仓位，那么没有盈利，止损我们把它设在
240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股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应该即可出场。好，这是我们对3个多头仓位的说明和描述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空头。空头一旦我们看到在这个地方出现横盘，那在6月13日开盘之后，一定会有空头建仓或加仓，尤其如果是低开盘，更会有空头的介入。那么在这个区域进入的空头，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跌破223，也就是6月8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那他们的回补位呢，实际上就是上方的这个缺口，在这个位置。好，那股价如果出现高开盘呢，那我们说只要股价超过了前高252.5，然后上方再接近260，也就是上方这个缺口的这个位置，会有空头的建仓或加仓。那在这个地方进场的空头，他们的目标就是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，是在238.5附近。对，那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在这个缺口的上沿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说明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看6月13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讲到这里，请各位网友，如果方便，请您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推广本频道。谢谢大家。6月13日，第一个压力位就是前面的这个最高252.5，在这个位置。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的缺口，是258到262。第三个压力位就是289。下方的支撑，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在240到242之间。然后呢，其实它是在这个缺口上沿的这个附近。然后我们把它和缺口合并，实际上也就是这个缺口是从235一直到242，这是第一个支撑。第二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，是在226到227之间。第三个支撑就是下面的这个缺口，是223到222，在这个区域。好，这是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6月13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回档。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，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低开盘，然后在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1，最低下方会回踩到242，然后收盘会收在246附近，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出现一个小幅的回档。然后它的条件是当日股价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呢，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回档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会出现一个补量的上涨。如果出现补量的上涨，它将是高开盘，或者是小幅的低开盘。那在盘中，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47，最高上方会到达260，也就是回补一半的缺口。
然后收盘会收在256附近。那它的条件，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47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补量上涨。好，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6月13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。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